用16000个海螺壳去捕捉海底的八爪鱼，这样的场景非常罕见。这些花里胡哨的豪华单间公寓将成为小八爪鱼最终的归宿。在越南，靠海吃海的渔民想出了捕捉八爪鱼的一种独特方法。来到特定的海域，将串联起来的海螺壳直接扔到海里，船只缓慢地向前航行。渔民也开始将船舱内的海螺壳按顺序地抛入海里。为了保证绳索不被纠缠在一起，每抛出一颗海螺壳，都要保证绳索紧绷起来。在隔壁船舱的小哥会利用绳索将海螺壳悬挂起来，绑着海螺壳的方式也非常巧妙。这样的绑扎方法可以随时将海螺壳取下来，也避免了绳索打结的时候难以割舍。按顺序摆放好的海螺壳投放起来会更加顺畅，同时也避免了绳索的纠缠。这种捕捉八爪鱼的方法非常巧妙。渔民利用八爪鱼钻器皿的习性，想出了这种用海螺壳捕捉八爪鱼的一种方法，用到的成本非常低，还可以重复利用。他们为了能一次性捕捉到大量的八爪鱼，用到海螺壳的数量也是非常大，一次出海就能向海里投放16000枚海螺壳，一格船舱就能装上8000枚。第一个船舱的海螺壳抛完后，紧接着第二个船舱。为了能尽量让每个海螺壳都能藏入一只八爪鱼，绳索会按2米的间隔将海螺壳串联在一起。为了保证每个海螺壳在海底的间距，每隔一段距离都又将海底的绳索紧绷起来，同时也防止水下的绳索纠缠在一起。将所有的海螺壳放完后，就要等待八爪鱼自动归位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们才开始准备午餐。3个小时后，开始将末端的麻绳收回，紧接着海螺壳的绳索通过滚轮收了上来。转动的滚轮方便快速的收回绳索，同时为它们减少了不少的力气。收回来的海螺壳按顺序的摆放整齐。此时，一只鲜嫩的小八爪鱼从海螺壳内跑了出来，无处可逃的八爪鱼只能束手就擒，绳索不断的收回，海螺壳按顺序的摆放整齐。马达通过传输带转动2个滚轮，渔民只需要少许的力气就能把海里的绳索和海螺壳收回。离开水后的八爪鱼会从壳内向外逃出，所以渔民不需要特意的从海螺壳内取出八爪鱼。从每一间豪华单身公寓出来后的八爪鱼，直接被拖入群居的方舱院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但八爪鱼万万也没想到，断送他美好前程的竟然是一间单身的豪华公寓。对于打工一族的我们来说，房子和车子也只是一个陷阱，看上去好像是财富和牌面的象征，仔细想来，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一辈子的陷阱和无奈。所有跑出来的八爪鱼毫无例外都被抓入成群的方舱院内，从此失去了回归大海的自由。喜欢钻器皿的八爪鱼，最终因为短暂居住了单身豪华公寓后丧失了生命。失去水后的八爪鱼严重缺氧，憋不住只能向外逃。小八爪鱼最终成为渔民的盘中餐。可能越南这边没有抉择而渔这个成语，以致他们连刚出生的小八爪鱼也要想尽办法把它抓住。但对于追求口欲的我们，看到这么鲜嫩的小八爪鱼，难过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。沾点辣椒酱和芥末就直接可以开吃，半个小时不到就装满了小半桶。收绳子和海螺壳的工作还要继续忙碌的进行，其中夹杂的海水会直接打湿他们身上的衣服，巨大利润是他们继续工作下去的理由。在越南，1公斤的八爪鱼就有1000克。第一个船舱的海螺壳收完后，继续收回第二个4000个海螺壳的绳索。收绳子的过程必须按顺序紧绷绳索进行，这也是为了收绳子的过程中防止绳索打结。最后通过机器将绳子收回，收回来的海螺壳和绳子会按顺序的摆放起来，这也是为他们下次下海做准备。八爪鱼回收的工作由另外一位船员进行。收八爪鱼的工作看似轻松，成百上千条八爪鱼陆陆续续的从海螺壳内跑了出来。虽然走出了单间豪华公寓，纵使它有8条腿，但也逃不出渔民的五指山。很快，第二个4000个海螺也收完回来，整个船舱满满当当8000个海螺壳按顺序摆放起来。紧接着收回第二个船舱的海螺壳。第一个船舱内的海螺壳为他们带来了满满的1大桶八爪鱼，但此时的八爪鱼因为缺氧而失去了活力。虽然如此，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身价。将1大桶的八爪鱼用塑料袋打包起来，打包好的八爪鱼会拿到市场里卖。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八爪鱼成为他们的收入来源。半个钟左右又收回了大半桶。作为10口棺材7口歪3观正的渔民来说，对于较小的八爪鱼都会放回大海重炉再造。收海螺壳的过程中，必须要3个人进行分工合作，海螺壳不断的收回，收获到的八爪鱼不断的增加。凡是打包好的八爪鱼都会放到保温箱里进行保鲜，保温箱里会存放着大量的冰块，冰块会让八爪鱼到达市场之前不会变质。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最后收上来的绳索竟然打结了，他们只好拆开海螺壳重新整理，紧接着收回第4个4000个海螺壳的绳索。他们的工作非常艰苦且危险，
锐利的海螺壳经常会刮掉它们手上的皮肉，但它们的工作还要继续，收完又放，放完又收，重复利用为它们收获不少的利润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